废墟是通往阴间的路口，吸引着无处可去的灵魂。好看的精品短篇悬疑恐怖小故事，一口气看到大结局，每天更新。喜欢评论区扣1，无聊扣2。温馨提醒您，正文开始了。小时候，村里的老人曾经告诫我，不要去废弃的房子里玩耍，因为那不是给人住的。但眼下，我必须穿过一座医院废墟。起因是我坐高铁来杨雄县城谈合作，结果天降大雾，出租车又坏在半路上，救援车辆迟迟不到。我冻得发抖，想跟司机一起去几百米外的居民楼找帮手。要去居民楼，必须经过医院废墟，但司机不敢去。杨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闹鬼，之前有不懂事的小孩子进去比胆，死在里面了。来的路上，这位司机大哥就满嘴跑火车，说什么杨雄风水好，男娃遍地跑，女娃看不到。现在又跟我胡扯废墟里有鬼，我才不信呢。我不管他，独自下了高速，前往医院。这时候天刚黑下来，医院静悄悄的，实在有点瘆人。我面对锈迹斑斑的高墙，也有点害怕。转头看司机，发现救援车已经到了。我兴奋地往回跑，大喊着等等我，但出租车司机好像见到了怪物一样，慌乱地让救援人员赶快把他带离。他的反应让我觉得自己被不干净的东西跟踪了，回头看却什么都没看到。与此同时，出租车已经消失在浓雾中。我一边骂脏话，一边继续穿越废墟之旅。我爬上院墙的铁栏杆，隐约看到下面堆满了被风吹过来的落叶，正好起到缓冲作用。我看准地方一跳，结果落叶太深，整个人陷了进去，向后摔倒。我的手随便一抓，摸到个圆圆的东西，人头。我想把那东西甩掉，但它死死咬着我。我以为是死在这里的小鬼还出现了，还好只是个人头模型，而我的手指头碰巧插到了它的嘴巴里。这种模型出现在医院也不奇怪，它一半带有皮肤，另一半没有，肌肉组织和眼球都露在外面，面目狰狞。然而诡异的是，他的嘴巴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是血红色的字迹。我费力地把手抽出来，纸条也掉在地上，可以看到里面包着个蓝色的东西。我立刻就被吸引了，忍不住捡起来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我差点背过气去。那是一张高铁车票，上面的身份信息是我的名字刘苹果，身份号770202。再看行程，就是我今天坐车用的票啊，怎么会夹在纸条里呢？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但还是自我安慰，假装这一切都有合理的解释。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医院里突然传来小孩子一样的声音。我往前挪了2步，往黑漆漆的挂号大厅看过去，一个瘦小的身影一闪而过。是幻觉，是幻觉。我想起司机说过，有小孩进来比胆，死在医院里，所以不敢进入挂号大厅，而是从外面找条路绕过去。才没走几步，就感觉到有人跟在身后。我不敢回头，我记起鬼故事里那些听到鬼说话就回头看的人，都没有好下场。我哆哆嗦嗦地朝前走，身后的人还在，而且不止一个了，离我越来越近。我已经走到了医院的最东头，这里本来有条人行道通往后门，却被一堆医疗垃圾堵住。我走近了看，是各种过期药品，有些都没拆封，整箱堆在那里，药名都很长。我只注意到了孕酮2个字，应该是某种避孕药吧，因为给女朋友卖过避孕药，所以这点常识还是知道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些针管、血淋淋的钳子、剪刀，放在平时我肯定离他们远远的，但现在不行了，身后的几个小东西就要摸到我的身体，我都能感觉到他们往我脖子上吹气了。于是我戴上帽子和口罩，踩着药品和手术器具硬闯过去，而身后的小东西也在呼唤我，离我远点，我不会回头的。我冲了过去，然后跟前方突然出现的人撞在一起，慌乱中捡起一把手术钳对准他。这是一个畸形儿，他的后脑勺像个大气球一样鼓起来，眼球突出，好像随时会掉到地上。我去，这个样子的为什么要生下来啊？畸形儿很生气，朝我嘶吼，突出的眼睛乱转，我都不确定他是在看我还是别的什么。其实他只是盯着手术钳，又恨又怕的样子。啊，你怕这个？那就别过来，不然我夹死你！真丢人啊！他只是个不到1米高的畸形儿，竟然把我这个1米8的大汉吓得花容失色了。你别欺负他！我忘了身后有人，他们跑过来，想从我手里夺走钳子。我一使劲，那2人都被甩飞出去。原来只是2个孩子。
女孩大一点，10岁左右，脑袋很圆，让我想起小时候养的一只小猫。那是我妈捡回来的流浪猫，她给它起名叫小豆豆。现在我也打算管这个女孩叫小豆豆。男孩7、8岁，眼睛特别黑，几乎没眼白了，我叫他黑子。小豆豆和黑子都干瘦，脏兮兮的，好像几年没洗澡了。他俩各自捡了一块石头，把畸形拦在身后，警惕地看着我。这一刻，我一直紧绷的心情反而放松了，忍不住大笑起来。这下轮到他们害怕了。这人不会有病吧？黑子问。肯定的，不然为什么来医院？小豆豆点点头。我手扶着膝盖，低下身子跟他们解释。我还以为你们是鬼呢，可把我吓死了。2个孩子竟然阴着脸，突然说了句：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是鬼？我懒得跟他们贫嘴，直接一顿训斥。这大半夜的，你们在这里干嘛？不怕被坏人卖了？看我通知你们家长。他们被我吓到，不敢说话了。我自己就出生在跟杨雄县差不多的小地方，知道这个年纪的孩子没有父母管教，野的不行，尤其爱往吓人的地方跑。我算是个例外，打小就喜欢看书，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，还不到30岁，开了一家中等规模的 IT 公司，在大城市也是高收入阶层了。所以我相信读书改变命运，想劝说这几个孩子好好学习。你们父母是不是都出去打工了，不在身边？是老人把你们带大的。2人点点头，很惊讶的样子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还知道你们听说这个医院有鬼，所以进来比胆，也不回家。外面都传说你们死了，我又猜对了。他们现在对我就有些崇拜。你们是不是一直吓唬我玩呢？救救我！救救我们！男孩尖着嗓子说话，果然跟之前的鬼叫声一模一样。好了，闹够了吧？现在我要送你们回家。我上前一步，他俩立刻警惕起来。畸形儿发出可怕的叫声，小豆豆提醒我，你快把钳子扔了。看来畸形儿对钳子很敏感，我就给扔到垃圾堆里。这时才看到手上蹭了些人体组织，黏黏的，很恶心。我想拿纸擦一下，一掏裤兜，发现纸巾和手机都没了。我去，手机呢？黑子呵呵笑起来，我猜到又是他们搞的鬼。还没问清楚，他们已经跑到废墟里了。你们去哪儿？给我回来！我们回家啊，不用你送了。小豆豆还很会嘲讽人呢，我没空跟他贫。为了追回手机，也只好进入废墟。小时候，村里的老人曾经告诫我，不要去废弃的房子里玩耍，因为那不是给人住的。都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也顾不上老人说过什么了。3个小孩在黑暗中行动迅速，显然来过很多次。我只知道他们下了楼梯，去了地下1层，然后就消失了。把手机给叔叔吧。你们要什么？钱？吃的？我大声说话，但是没人理我。我不放弃，往前走了10多米，突然有扇门开了个缝，又迅速关上。我赶快冲进去仔细搜查，没有看到孩子，但是房间的正中央还有张病床，上面的血迹看起来很新，好像刚有人在这里进行手术一样。是什么手术呢？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，想一探究竟。很快，我在洗手台旁边找到了人流手术的流程手册，光图片就看得我心惊肉跳。尤其是病床还留了一根刮宫钳，这玩意儿是要伸进产妇子宫，把未完全排出的婴儿残渣掏出来的。而且我想起来了，之前面对畸形儿的时候，我手里的钳子也是这种形状，那上面黏糊糊的东西岂不是……想到这儿我就一阵干呕，呕了半天，一抬头又看到更可怕的东西。面前的桌子上放了一个大罐子，里面竟然有个拳头大小的婴儿，皮肤发黄又皱皱巴巴，眼睛紧紧闭着，痛苦中充满仇恨的样子。我不想在这里待下去，手机也不要了吧，不然会被吓死的。我跌跌撞撞的想要原路返回，结果刚开门，发现3个孩子已经站在门外等候多时。他们的表情阴森，脸上毫无血色，尤其是那个畸形儿，蹦出来的眼球直勾勾的盯着我。小豆豆先说话了，怎么样，你喜欢我们家吗？我顿时疑惑了，这里真是他们家？所以他们是流浪儿童？你们到底是谁？我有点惊恐，想知道他们的身份。小男孩黑子笑了笑，跑去拿过刮宫钳，
指着上面一小坨变干的肉说：“这个就是我啊，是不是不太像？他就剩这么一点，都认不出来了。你是被引产的死婴。”不可能！我发狂了，拿起一个氯化钠瓶子丢过去，瓶子直接从黑子身体穿过，撞在墙角上摔碎了。你说对了，现在我们变成了鬼婴呀！哈哈哈哈哈！3个鬼婴步步逼近，我惨叫着，很快就没了知觉。我再次醒来，看到畸形儿距离我的脸不到1厘米的距离，可劲儿地闻着。帅帅，我觉得它肉松松的，口感又软又甜，像棉花糖一样。原来畸形儿的小名叫帅帅，他现在馋了，口水都流到我的脸上。我奋力反抗，没想到这小东西力气还挺大，好几次都差点咬到我的耳朵。你知道吗？每次有胎儿被引产，死去的鬼婴都会杀掉一个活人来陪葬。小豆豆阴狠地说，所以这个医院总有病人死在手术台上，开不下去，只好关门了。黑子补充说，我不要陪葬，把他给拉开。帅帅咬到了我的手指头，我痛得惨叫，但无力将他推开。你不想陪葬，就得帮他俩叫人过来。小豆豆冷酷地提出了条件。我帮。为了活命，我直接答应了，都没问叫谁过来。看我愿意配合，黑子便把帅帅拖到了病房之外，但我的半截中指已经被他吃了。病房里只剩下我跟小豆豆，他能看出我对帅帅的怨恨。鬼婴都是一肚子怨气，他爸妈知道怀了畸形儿，立刻就来打胎了。他爸爸还骂他妈妈，说就是因为你在外面乱搞，才怀上个怪物的。这些话他从哪里知道的？我问道。鬼婴有个特别的本事，他最恨谁，就能听到谁说话。小豆豆做出解释，我觉得不寒而栗，因为这代表着帅帅最恨他的父母，而黑子最恨的是 B 超大夫，因为他的误诊，黑子被当成女孩打掉了，这算是医疗事故。医院还因此赔了黑子的父母10万块钱。打掉一个男孩，医院要赔10万块；打掉一个女孩，还需要给医院交钱。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。我老婆生的就是女儿啊，我觉得生男生女都一样。我表态自己没有重男轻女，是想巴结这些鬼婴。他没搭理我，而是继续告知帅帅的父母还有 B 超大夫的现状。帅帅的妈后来再也怀不上孩子，老公都要跟她离婚了。B 超大夫倒是生了2个儿子，但是没养大，现在怀第3个了。鬼婴虽然能听到恨的人说话，但没法把他们叫到医院里，所以需要我帮忙。我根据鬼婴提供的信息，把相关人员拉到一个微信群里，自称杨雄妇婴医院的主任。这2年，杨雄因为长期男女出生比2比1而出了名，所以很多包生男孩的祖传秘方都说自己是杨雄的。杨雄妇婴医院更是打出了生女娃不要钱的夸张广告。其实本地人心知肚明，女孩少是因为都被打掉了呀。我这次来就是帮助杨雄妇婴医院搭建网络平台，还好我有这层关系，直接在后台把医院的联系方式改成我的微信，这些人便信以为真，立刻买了车票过来。我问小豆豆，等他们最恨的人到了，然后呢？我有点担心鬼婴会做出过激反应，但小豆豆多次保证只是想谈谈心，我听他这么说就完全放心了。帅帅的父母先来的，看到这荒郊野岭里的废弃医院，才想起这是他们打胎的地方。然后帅帅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前，母亲看到他畸形可怕的脸，一下子猜出他是谁。帅帅，你还活着？看来帅帅这个名字早在他被引产前就起好了。我以为接下来会看到一场苦情戏，父母跟鬼儿子道歉，鬼儿子原谅父母。没想到帅帅像一只小野兽一样，直接把父亲扑倒，然后一口咬在脸上，疯狂的啃噬，没多久就把人脸撕得稀烂，咽气了。我知道你恨我们，帅帅。他妈大哭，但帅帅怒气未消，渐渐逼近。儿啊，不是妈不要你，是怕你生出来更遭罪啊。帅帅最介意自己的长相，猛地冲过去，把他母亲也咬死了。小豆豆看得起劲，我忍不住了，朝他大吼：你不是说只要谈谈心吗？鬼怎么跟人谈心啊？鬼只能跟鬼谈心。很快，帅帅的父母变成了鬼，与儿子在阴间团聚，而且他们保留了死前血肉模糊的样子，长相比帅帅还可怕。也终于能理解儿子了，抱着他大哭。我注意到帅帅凸起的眼球里竟然多了一丝温柔，这个场面太诡异了，我不敢想 B 超大夫会面临什么可怕的惩罚。我记得跟这位大夫微信聊天的时候，能感觉到他是有文化的，
不像是会相信生儿秘方的那种人。但他看到医院的定位在杨雄高速路口旁边，再没多问一句，说料理完家里的后事就来。他一来就直接进入引产病房，扑通一声给黑子跪下了。我最近一直梦到每一个被我照过 B 超的女孩，当然还有你。我看到黑子咬牙切齿的样子，好像随时会把 B 超大夫撕成碎片。而废墟里其他隐藏起来的女鬼婴也出现了。我本来以为这里只有3只鬼婴，其实有上百个，90%都是女孩，咿咿呀呀的要找 B 超大夫索命。她一点求饶逃跑的意思都没有。这么多年里，我没有一天不做噩梦的。我自己生的2个也都死了，这是报应。现在我有了老3，我可以死，但请你们放他一条生路。我这才明白，B 超大夫已经有了被鬼索命的觉悟，只不过他孩子还在肚子里呢，他要死了，孩子也活不了啊。然后他拿出一把手术刀，就要割开自己的肚皮，还突然紧盯着我，麻烦你把我的孩子送到医院，拜托了。我想要阻止他剖腹取子，但黑子抢先把脸贴在 B 超大夫的肚皮上，还小声地说着什么，然后发出让人颤栗的笑。你回去吧，我不恨你了。黑子拿走了 B 超大夫的刀，还轻轻拍了拍他的脸蛋，放他走了。但我总感觉这里有什么阴谋。你知道他也照了 B 超吗？大夫还把孩子的性别告诉她老公了，是个女孩。然后她老公就去买了转胎药，偷偷放在她的饭里。转胎药，我被吓傻了，因为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东西。刚才我隔着肚皮看到了胎儿，等他生下来肯定会大吃一惊的。不止黑子，其他鬼婴也跟着狂笑。我便猜到，受到转胎药影响的胎儿肯定是病态的，会被人歧视嘲笑一辈子吧。黑子没有杀死 B 超大夫，是觉得让他活着，看到自己生下了一个怪胎，这才是最大的惩罚。那我呢？他们没杀死我，也不放我走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在鬼婴们狂欢之后，病房里只剩下我和小豆豆，我必须问个清楚了。如果没别的事情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小豆豆的目光很吓人，吓得我赶上闭上嘴巴。没想到他的语气变得柔和。当然可以了，留着你又没用。小豆豆脸上的阴气渐渐消散，看起来没有那么可怕了。对了，你的朋友都找到最恨的人了，你呢？你最恨谁？怎么，你还干上瘾了？想帮我叫他过来？不走了？没有，我有点后悔自己多嘴，能跑赶紧跑啊，想啥呢？我走出引产室的时候，又注意到那个泡在罐子里的胎儿标本，估计也是个女婴吧。太可怜了，还没有拳头大呢。你爸妈怀了你以后，有没有想过把你打掉？小豆豆突然问我，我能听出他语气里的伤感。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，也没问过父母，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。那你说，他们有没有照过 B 超，确定你是男的才生下来？这一句话点醒我了，因为我的家乡也是以重男轻女闻名全国的，过年的时候女人都不能上桌。我有2个婶子，生的都是女孩，我奶奶不高兴，就一直说她们坏话。她也不喜欢我2个堂姐，有好的都给我，不给她们。所以到我妈怀孕的时候，她是有可能先去检查一下男女吧。如果是女孩呢，她还会生下来吗？我爸妈是一定要生男孩的。小豆豆颓废地坐下，声音虚弱。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起自己的故事。原来他最初特别恨母亲，也因此能听到他说话。他的母亲其实不想打胎，但是家里才给了一点压力，他就妥协了。他并不恨我，但也没有那么爱我。而更让小豆豆意外的是，他发现自己还有个姐姐，不过也是没出生就被打掉了。小豆豆觉得很讽刺，如果家里人没有重男轻女，他姐姐就出生了，他根本不会存在。但也因为重男轻女，他注定会被打掉。这等于说，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。这是多大的悲凉啊！一度，小豆豆不知道该恨谁了，直到他母亲生了男孩。我听到妈妈叫他宝贝，就开始恨他了，并不是嫉妒，而是觉得你怎么不早点来呢？你害死了2个姐姐，知道吗？我不太认同他的看法，因为打胎的时候还没有他的弟弟呢。但小豆豆一直愤愤不平，在我面前数落他的弟弟。我恨他以后，就变成只能听到他说话了。我听他背古诗，
算算数，倒是个挺聪明的孩子。后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，是当地多少年来的头一个。我听着听着，觉得他弟弟跟我的经历好像啊。我们都是小地方人，考试进入大城市的。他现在毕业了，昧着良心挣钱，混得不错。你弟弟是做什么的？我对他弟弟越来越好奇了。互联网啊，跟我是同行啊。是啊，怎么会这么巧？我有一丝不适，觉得小豆豆的表情变得越来越诡异。同时，之前消失的帅帅、黑子，还有无数女鬼婴又回来了。他们趴在门上、窗后，一副看热闹的表情。而小豆豆突然小心地拿起标本罐子，我看到里面装着引产后的胎儿尸体，他的眼睛闭得紧紧的。姐姐，你别睡了。原来这个死胎就是小豆豆的姐姐。我觉得胃部一阵恶心，差点吐出来。小豆豆高高举起，姐姐看着我，提醒他：咱们的弟弟来了，你不是一直想看他吗？死胎竟然睁开眼睛了，然后发出狂叫。他击碎了罐子，像一只小肉球蠕动着接近我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家中独子，没想到我妈曾2次打胎，而这件事最后报复到了我的头上。我吓得瘫倒在地，连爬都爬不动了。我的好弟弟，为了活命连良心都不要的狗东西，你做我们的陪葬品太合适了。我终于明白为啥他迟迟不提要求了，原来早就想好了怎么利用我，最后再杀死。对不起啊，但我什么都决定不了，我是无辜的，我也不重男轻女，我有女儿啊。我带着哭腔求饶，希望他们放我一马。你不重男轻女吗？真是笑话。小豆豆和死胎，不对，是我的二姐和大姐发出凄厉的笑。你还记得你老婆生下一个女孩之后，你怎么跟她说的吗？我这才想起，二姐因为恨我，偷听了我30年来说的每句话。就在几个月前，妻子去医院做了 HCG 检查，确认怀上了第2胎。本来她特别兴奋，但我担心再生女孩，忍不住多说了一句：如果还是女的，就打了吧。之后我找熟人给妻子做了 B 超，结果还是女孩。所以最近几周我一直劝说妻子打胎，她被我说服，预约了时间做引产。我绝望了，觉得自己罪有应得。眼看着死胎大姐扑向我的脖子，那小小的嘴巴里竟然是一排细小的尖牙。我醒过来，一时搞不清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。我拿起一块碎玻璃，在手心划了一下，钻心的疼啊！看来我还活着。引产病房恢复如初，遗落的药物、器材还有引产手册都在原来的位置，甚至装着我大姐的罐子也在。死胎标本泡在里头，眼睛是闭着的。我战战兢兢的靠近，想知道他是睡着了吗？会不会突然醒过来吓我一跳？看了一会儿以后，我确定这真的只是个标本。我这时候才觉得后脑勺很疼，想起追小孩的时候跑进来摔了一跤。难道之前看到的鬼婴什么的都只是晕倒后的幻觉？很快我从废墟里爬到户外，看到大雾散去的杨雄城，高速路上有汽车在跑，隔壁小区有居民在吵，是很美好的阳间景象啊。我快步走向医院后身，看到我的手机就掉在墙角，一直震动呢。这是我妻子给我打的电话，想问我明天能不能回家，一起去做人流。咱不打孩子了，留着吧。你不想要男孩了？我不想以后有个鬼姐姐找他算账。妻子听不懂我说的啥，我也没法解释，就只是告诉他我改主意了。挂掉电话，我心里平静了许多。这时才察觉到身后有人，我靠，不会又来一次吧？我转过身，果然是那3个孩子，其中的女孩小豆豆还抱着标本罐子。我完全搞不清他们是人是鬼了，但是注意到他们刚好站在阴影边缘，再往前一步便是阳光照射到的地方。只有鬼才害怕光啊！这时天突然黑了下来，阳光只能照到墙外的居民区了。我狂叫着想要翻墙而过，结果其他鬼婴成群的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被吓得从墙上掉下来，又变成了鬼婴的俘虏。但这一次情况有了点变化，除了我的大姐、二姐，其他鬼婴并不想我立刻死，他们七嘴八舌的跟我提要求。我也想让我恨的人到这里，然后杀死他，只有你能帮助我们。我的二姐很不高兴，一直想冲过来弄死我，她没法叫来那么多人，让我杀死他。我可以的，我很好的利用了鬼与鬼之间的矛盾，又给自己争取了几天。
至于用什么办法完成任务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就这样，我成了废墟医院里的常住人类，每天都在听鬼故事，每个鬼都给我讲他们的悲惨故事，大多数故事都跟性别有关，就因为是女孩被引产了。如果是男孩，多半是身体有残疾的，其中智商正常的都有很大怨气，比如畸形儿帅帅，反而是唐氏宝宝懵懵懂懂，就只是在废墟里游荡而已。还有一种是父母没准备好的，意外怀孕然后引产，这些鬼婴的怨气最大，觉得他们的父母不负责任，把生孩子当儿戏。让我大开眼界的则是代孕产生的鬼婴，他们是因为委托方突然反悔不要孩子了，代孕母亲也没能力养，只好再偷偷打掉。这种鬼婴特别有哲学家的气质，每天都问我这样的问题：你说我们该恨谁呢？是提供受精卵的那对男女，还是提供子宫的？在鬼婴界内部，这个问题也没有标准答案，他们经常就吵起来了。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逃走，没心思参与这些讨论。跟他们相处期间，我一直在寻找鬼的弱点。除了怕阳光，他们也不喜欢噪音。废墟医院附近有一处工地正在打地基，声音巨大，鬼婴每次听到都痛苦不已。到这个时候，他们担心我逃走，就会把我丢到一间狭小的储藏室，等噪音停止以后再放我出来。这期间，我表现得特别乖巧，以骗取鬼婴的信任，他们也保护我不被二姐弄死。与此同时，我制定了一个逃跑计划。我哄骗鬼婴说，我有个办法把你们最恨的人聚在一起，就是伪造中奖记录，就通过网络告诉他们中了6天的国内跟团游，给他们安排大巴车，统一在夜里运到废墟，你们想怎么处置都可以了。这个计划并不高明，但鬼婴不懂人间的规则，信以为真。其实我早就把真实的要求发给公司同事了，让他们把事情安排好。终于到了摊牌的那一天，白天我照例被关进储藏室，同时一辆大巴开进了废墟，下来了一大群拿大锤还有电钻等设备的建筑工人。进入医院后一顿狂敲，噪音让鬼婴很痛苦，阳光又让他们不能外出。我用早就藏好的木棍撬开了储藏室的门，飞快的想要上到地上1层。鬼婴眼看着我逃跑，除了咒骂没有别的办法。但我的二姐比较疯狂，她忍受着噪音在后面紧追不舍。你不配活着，一起来做鬼吧。我爬楼梯到了一半的时候，她抓住我的脚，再把我往下拉扯。还好一个建筑工人把墙打穿了，阳光照进来，他的手像被火给烧到，冒起了浓烟。我终于逃出来了。工人们扶着我离开，第一个冲过来拥抱我的是大女儿，她已经4岁了，特别天真可爱。我紧紧地抱住了她，眼泪大把的流啊。她不懂我为什么哭，因为我也动过把她打掉的念头，只是因为有2胎政策才放弃的。我的妻子行动不便，挺着肚子慢慢走来，眼神里是对我的担心。因为我失踪3周了，很多人都以为我遭到了抢劫，被囚禁在这座废墟里。我为了处理一些后续的事情，在杨雄又待了2周，之后才回北京。首先是终止了跟杨雄妇婴医院的合作，为此还赔了一大笔钱。我之前胆子可大了，给非法赌博公司做网站都不害怕，突然变得婆婆妈妈，手下的人不太理解。你们有空做点善事吧，咱们做了太多缺德事了，早晚要遭报应的。我为了赎罪，还把废弃医院也买下来了。因为这里风水不好，位置也偏僻，所以没花多少钱。我找来和尚，在废墟里面做了好大一场法事，然后才敢拆除。这期间，我的妻子和女儿一直陪着我，有他们在，我才能平静下来。不过做法事那天，我女儿到处乱跑，一度找不到人了，把我们夫妻俩急得不行。后来是在推倒的废墟中传出了我女儿的哭声，我指挥工人们把砖头、钢筋都给搬走，在废墟下面找到了我的女儿，她晕了过去，但因为躲在病床下面，竟然一点伤都没有。这张病床位于流产室的正中央，上面的血迹看起来很新，好像刚有人在这里进行手术一样。我不由得猜想，也许是我的姐姐救了女儿的命。跟妻子、女儿回到北京后，我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。不久，我请教了一位风水大师，他建议把医院改造为植物园，种上茂密的花花草草，可以去除聚在地下的阴气。无奈阴气太重，植物长得很不好，特别容易生病枯萎。才1年的功夫，这里又变得跟野草地一样了。我只好再把它改成市民健身广场，免费开放给周围的居民。因为杨雄城的扩建，这里盖起了更多小楼，但也能吸引不少跳广场舞的老太太，还有锻炼身体的老头。人多的地方，阴气也会逐渐变少的。可是接连有3个人在公园意外死亡，每一个都死相恐怖，
关于医院和鬼婴的传说又流行起来。慢慢的，再也没人敢来这里健身了，甚至附近的小区也跟着遭殃。房子卖不出去，开发商跑路，买房者抗议，闹得一地鸡毛。我终于明白，这座医院在10多年里引产了太多胎儿，所积累的怨气太重，完全破坏了风水，已经无可救药了。我正发愁怎么办的时候，远在海南度假的妻子突然打来电话，说我的小女儿病了，发烧到40度。她给我拍了女儿的视频，脸色发青，双拳紧握，可不像是普通发烧的状态。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在废墟里见到的鬼婴。是的，她现在看起来就像是鬼婴。我明白了，我跟2个鬼婴姐姐的事情还没有完。在我愣神的时候，一只冰凉的手拍了拍我肩膀，我吓得脚软，回头看到的却是6岁的大女儿。她已经上小学了，所以跟我留在北京的家里安静的做作业。她的表情也很不对劲，笑容僵硬，动作缓慢。爸爸，我想见姑姑了。你哪里来的姑姑？她确实没有姑姑啊，因为我是家中独子。我的姑姑就是你的姐姐啊。我的女儿突然大笑起来，声音凄厉，可怕的样子唤起了我在废墟里的记忆，而且她有只手一直藏在背后，那里还有粘稠的液体滴下来。你手里拿着什么？我的声音颤抖，意识接近模糊了。是你要看的哦。女儿手里握着的是我的大姐罐子里的死胎标本，如今活了过来，正疯狂地蠕动着，借着我女儿的嘴巴说话。每次有胎儿被引产，都要一个活人来陪葬。我明白了，在女儿被埋在医院废墟的时候，大姐就上了她的身，之后潜伏在我身边，直到现在，她选好了一起陪葬的活人。你为什么还不放过我？都这么久了。我就是要等你跟2个孩子有了感情才来的呀，他们2个必须死一个，你来选。我没有办法在2个女儿中做出选择，我绝望了，站起身来，走到了阳台上。再醒来时，我已经身处医院之中，全身都打着绷带，床边堆满了生命检测的仪器。原来我从6楼跳下来，穿过了2层防雨棚，然后跌落在灌木丛里。要是没有这一系列的缓冲，我必死无疑。我的孩子也都活得好好的，在海南的2女儿只是得了幼儿急诊，这是2岁以下幼儿的常见病，表现为突然高烧，然后退烧后起疹子，是自限性疾病，不需要治疗。大女儿也只是受到了一点惊吓，现在已经恢复了。据说她看我跳楼之后，还冷静地跑到隔壁告诉邻居。为什么跟我记忆里的不太一样？正好为了监控保姆，我们家里装了摄像头。我看了视频以后才想起，当天是我母亲去世1周年，我给她烧了点纸钱悼念一下。想起母亲还有2个姐姐，我心情郁闷，回家喝了几瓶酒，状态很差。偏巧2女儿病了，我老婆发来视频求救，看她一副慌乱的样子，把我也给整着急了。此时脑子已经不太正常，同时大女儿的仓鼠又死了，她哭着把仓鼠拿给我看，那小东西粉嫩粉嫩的，好像还没咽气，在蠕动。我就以为是大姐的死胎还魂，直接从阳台跳了下去。看来虽然废墟已经被推倒，但它仍然留在我的脑子里。我很快回到杨雄，在废墟的原址上建了一座陵墓，给所有被引产的鬼婴建造了墓碑，希望这一次可以安抚他们的怨气。